早上好，各位，欢迎来到香港主题公园双层的大型地图。在排位地图里面，攻防双方胜率差距最为悬殊的一张地图。在这张地图里面，总共有2个2楼的炸弹点和2个1楼的炸弹点。那一般来说，在第一回合里面，炸弹点选取率最高的是2楼的入会室和吧台这个炸弹点。这个炸弹点进攻方的常见的进攻路线，在地图上主要分为东侧和西侧2个部分。首先看东侧，进攻方的路线主要有从现金室的大门进入，这里进攻方从门口进来会漏大身位，并且要处理很多的陷阱，还会被锤子 C4 炸，或者从楼梯上方的小窗丢伞封烟强行翻窗。有一个很大的翻窗硬直，或者打开控制室的 hatch， 从 hatch 上跳。从 hatch 跳下来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硬直，以及从楼梯摸上来容易被防守方地打高。那么这几个进攻路线难度都比较大，所以在这个点位，进攻方往往会选择从另一侧，也就是西侧开始进攻。那西侧的进攻路线主要有这么几条。首先最常见的是先占领咖啡厅。咖啡厅因为空间比较大，防守方架枪的角度不是很好，所以相对比较容易占领，或者从楼下摸黄梯。也是容易被地打高，以及从厨房的位置由比较强势的挂绳干员或者阿马鲁这样直接飞进来，来夺取这个宿舍和日托的位置。所以在这个回合里面，我选择的女武神防守思路主要是用黑眼，一颗黑眼布置在现金房的书架下面来管控现金房，另外一颗黑眼放在控制室的管线下面来监控控制室跳 hatch 和楼梯单摸的路线。这2个黑眼点位也是我在之前很多期视频里面用过的点位了。而我本人开局的站位是在西侧的黄梯上方，卡住这个位置可以防守开局黄梯的单摸、长走廊跳 hatch、街机厅的翻窗，以及在对面推咖啡厅的时候给一些枪线的压力。那么一旦进攻方把咖啡厅夺取下来，我还可以从黄梯绕下去丢锤子 C4。这里开局队友的装修还没有完成，吧台这2面墙还没有封，我先花点时间把它补上。补完大概开局过了10秒，这个时候看眼还是来得及的。那开局看眼是一个防守方非常实用的技巧。那这里看的眼并不是我女武神的黑眼，而是主题公园的室外眼。在主题公园这张地图里面有3个室外眼，位置分别在主入口、茶杯和碰碰车。那这3个位置也是进攻方出生的3个场地。通过检查这3个室外眼，可以判断进攻方的前期主攻方向。看一下主入口的眼还在，碰碰车的眼还在，那就是茶杯的眼被打掉了。那说明进攻方前期主要是从茶杯方向进攻。从茶杯方向过来的话，那他们登陆的点位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咖啡厅。果然这里已经被小车看到了。从咖啡厅门口走进来的小车跟队友说一下，做好准备，卡好自己的位置。对手如果进攻咖啡厅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也会有一颗黑眼来监控咖啡厅，但是这里前期装修太忙了，黑眼来不及放，所以仓促的把它丢在门口的位置。这个黑眼的位置并不算很好，但是唯一的好处是它已经放出去了，不管看不看得见人，至少可以听得见声音，而且因为放在门框以上的位置，所以对面第一时间不容易打到。队友去对枪被对死了。对面是个拿552的 Grim， 那如果队友开局这样死的话，咖啡厅的位置可能会很快的沦陷。我们女武神的武器 MPX 和对手拥有 2.5 倍镜的552相比，其实在这个距离没有太大的胜算，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通过锤子 C4 来夺回咖啡厅的控制权。这里下楼的时候要小心，做好预瞄，小心进攻方单摸的人。摸到楼下厕所的位置，准备好检查一下黑眼。这里听到左轮喷的声音，果断把 C4 一贴在这里，直接炸死 Grim。来解释一下这颗 C4， 这里给大家慢放，放大一点音量听一下。这个声音是 Grim 的副武器左轮喷的声音。
那左轮喷是一把可以开动的武器，因为我们咖啡厅的单墙没有封，所以听到这个左轮喷的声音，可以判断 Grim 正在开咖啡厅的软墙。但是左轮喷这把武器开动的效率并不是很高，所以如果它要尽快开动的话，它必须要站在一个离墙比较近的位置，也就是这里这个桌子的后面，所以直接贴 C4把它炸死。炸死以后可以缓解咖啡厅的攻势。现在要做的是巩固楼下的控制权，同时争夺楼梯。因为我们女武神呢是一个打野干员，这里锤子 C4 已经丢完了，也打出了效果，已经很好了。那现在用掉 C4就没有其他的锤子防守的手段，我们作为打野应该尽快回去参与防守。好，看到接机小窗翻进来，5号不要跟队友说一下。OK， 5屏。好机会从楼梯摸上去帮队友补下枪线，队友打不过。好，先收掉一个Zofia，但是现在暴露位置了。而且对面不止一个人，你看马上就丢伞封我的位置了。接机厅这个楼梯上不去，那果断换一个，从1楼毒品室回黄梯。听到日托那边有个 Ash R4C 的声音，上楼梯的时候要压一下脚步。好，打掉热切，掉包了，掉包就有希望。现在要围绕这个包来打。杀掉热切暴露位置了，我们找个掩体换好子弹，架好头线拉出去，打掉 Ash， 来到1v1。刚才换子弹的时候，听到左边有一个脚步声，他在墙另一侧，就是在点里面的。队友也是标点告诉了位置。那现在局势对我们就非常有利了，因为对面这个大锤他要从点里面出来拿包，他从等待室这个大门出来，面临从左到右很多个方向的枪线。那像这种敌人要集中通过的高位的狭窄区域，一般在 FPS 游戏的地图设计里面被称为视野漏斗 （Kill Funnel） 或者叫 Choke Point。那这个地方防守方只要预瞄好门口的话，收益是很大的。现在趁大锤还没有从大门出来，我们冒险绕到门另一侧去。哎，这个盾放的就比较没有意思了。好，做好预瞄，拿下大锤，完成5杀。那这回合里面的要点主要是开局卡入关键点位，然后在队友对枪对死丢失咖啡厅的控制权以后，我们作为女武神可以用锤子 C4 来重新夺回，也就是 retake 这个咖啡厅。锤子 C4 炸完以后，及时的控制楼梯，在楼梯被卡住的情况下，果断选择转点，然后用枪法硬换掉2个人。最后做好预瞄，收掉最后一个，完成5杀。这回合比较忙碌，但是在单排没有协同、没有信息的情况下，这种也是很常见的事情。那说句题外话，那大家也看到这场比赛大家的段位分布。那这一局游戏隐藏分大概是翡翠、白金到翡翠左右。这一场也是我纯单排从黄金晋级白金的最后一场。那刚好前段时间也是看到豆豆在视频里面，然后材料打到现在，作为内容创作者会有这种倦怠和自我怀疑的情绪出现，那我也是非常能够感同身受。我自己的话呢，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原因，游戏的时间比较不固定，所以只能去单排，加上自己水平也比较有限嘛，年龄大了，所以单排的时候这种挫败感是经常有的事情。那对于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作为 UP 主能做的就是教一些面向新手也比较基础的东西，以及教一些打这种中低段位可以用的一些思路，以及在长期单排的时候要给自己制定合理的目标怎么样保持自己发挥的稳定，这样才能真正享受竞技的过程，而不是被游戏分数或者自己的状态波动所奴役。也不说能达到多高的段位吧，但是至少顺顺利利打到黄金1，把排位的赛季奖励这个 IQ 的头盔拿下还是可以的。另外的话呢，像玩一些下水道干员去整活耍点杂技，如果大家爱看也是可以做。那这期就先这样。